他不知道在庆帝强悍的心智和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北齐方面究竟还能支撑多久。他也不知道，如果庆军真的有攻破上京城的那天，那座美丽的皇宫会不会被烧成一片灰烬，而那些火苗里会不会有海棠、李李以及自己皇帝女人的身影。不论是从个人对历史的看法，还有性情，还有各方面来看，对于徐徐拉开大幕的铁血战火，范闲只可能拥有一个态度，他必须阻止这一切。然而他并没有向海棠承诺什么，表达什么，只是一味的沉默，带着五竹书孤单地向着南方行走。不知深浅的秋，或黄或红的夜，清旷的天空下，范闲和五竹沉默地向南行走，不知道走了多久。然而五竹依然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范闲的心情很沉重，他不知道回到京都之后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但在冥冥中的直觉以及皇帝陛下可能病重的消息，不知为何催促着他的脚步一直未停。那个继王启年之后最成功的捧哏苏文茂死了，那个秋天老跛子早死了，更早些的年头里叶青梅也死了。本来在经历了神庙里的那一幕幕人类的大悲欢离合之后，范闲本应将生死看得更淡然一些，可不明所以的是，一旦踏入世间，人的心上世俗的念头便又多了起来，既生既死，还生愁死，怎能一笑而过。依然是一辆黑色的马车，范闲坐在车厢之中，看着坐在车夫位置旁边的五竹书，并不意外地发现五竹书的侧脸依然是那样的清秀，那抹黑布在秋风之中依然是那样的销魂，一切的一切其实和20几年前从京都到儋州的情景极为相似。不相似的其实还是五竹，这个似乎丧失了灵魂的绝代强者，一言不发，一事不做，那张冷漠的面庞也无法表露出他究竟是不是对这世间陌生而又熟悉的一切而感到好奇。范闲感到淡淡的悲哀，轻轻放下车帘，旋即微讽自嘲一笑。当年的五竹书只是一个瞎子，如今倒好，又变成了一个哑巴。老妈当年究竟是怎样做的，自己又应该怎样做呢？马车到了南陵郡便不再向前，准确地说是车夫不肯再往前开了。虽然北齐朝廷一直试图淡化南方的战事，但战争并不像皇室的丑闻那样容易被遮盖。天底下的所有人都知道大陆的中腹地带发生了些什么，亿万子民都用漠然而警惕的目光紧张地等待着结果，车夫自然不愿意进入沙场之上。掏出银子买下了马车，范闲充当车夫，带着五竹书继续南行。从冰原回来的途中，那些充裕的天地元气已经成功地治好了范闲的伤势。虽然他清楚自己依然没有办法去触及那一道横亘在人类与天穹之间的界限，然而他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皇帝老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威胁到自己。又行了10数日，穿越了官道两旁简陋的木棚与神情麻木的难民群，马车上的叔侄二人似乎行走在一片类似于极北雪原一般的荒芜地带中。人烟渐渐稀少，偶有一场小雪飘下，却遮不住道路两旁的死寂味道。道畔偶尔可见几具将要腐烂的尸体，远处山坳里隐约可见被烧成废墟的村落。这本是一片沃土，哪怕被北海的朔风吹拂着，肥沃的土地依然养活了许多百姓。只是眼下却只有一片苍凉，大部分的百姓已经撤到了北齐后方，而没有能够避开战火的人们却成了一统天下的执念的牺牲品。至于那些被焚烧的村落，被砍杀于道旁的百姓，究竟是入侵的庆军所为，还是被打散的北齐流兵所为，范闲没有去深究。战争本来就是人类的原罪，这个世界上哪里可能有什么好战争、坏和平呢？死寂的官道，空气中干燥而带着血腥的味道环绕着黑色马车的四周。范闲表情木然地驱赶着不安的马匹，也没有回头去看身旁五竹书的神情。他知道如今两国间的大军正集合于西南方向燕京城北冲平原，
南庆北大营在获胜之后，因为畏惧一直陈兵不动的上山虎，暂时归营休整，此处的死寂反而比较安全。然而前一场大战的痕迹已然如此触目惊心，他很难想象，一旦南庆铁骑突破了上山虎所在的宋国州城，全力北上，会将这个人间变成怎样的修罗沙场了。整个天地里似乎只有马车碾压道路的声音。范闲眯着双眼，马鞭挥下，躲过了河对岸一处正在巡视的庆国骑兵小队，进入了庆国的国境之内。就在这个瞬间，从离开神庙后一直沉默着的五竹忽然开口说话了。庙外面的世界不怎么好。外面的世界本来就很无奈，不过努力一下，也许会变得好一些。范闲的唇角泛起一丝复杂的笑容，马鞭再次轻轻挥下。初雪落在古意十足的上京城墙之上，黑青二色相衬唯美的宫殿之上，却没有带来丝毫清冽迷人的气息，也没有人去怜惜广场上薄薄一层有若羊毛毯的白雪。天刚蒙蒙亮，越来越多的官员便开始无情地践踏，将那些白雪踩踏成泥。这些官员们面色凝重，行色匆匆，根本没有闲情逸致去赏雪。来自南方的战报不停地进入上京城，来到了皇宫之旁的中书台。此时的中书台完全被笼罩在一股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之中，好在并不怎么慌乱。天阴沉至极，中书台里的北齐大臣们正在争论着什么，然后一个极低沉的声音终止了所有人的争吵，让北齐内阁恢复了沉默，并且在沉默之中快速地决定了应对。关于这一场战争，北齐朝廷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准备。当南庆军队悍然进攻的消息传来时，没有人觉得意外。战时的控制手段以及应对极其快速地从皇宫通过中书台传遍这个看似年轻实则已经绵延1000年的国度。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里，整个北齐都发动了起来。一台明黄色的御驾从中书台中离开，官员们没有在后方目送，而是重新投入到了繁忙的军情政事之中。当此危局，若还有臣子敢勇于在此时表现自己拍马屁的本领，他们必须小心自己的脑袋会不会被暴怒的陛下给啄下来。御驾来到正殿之前，一脸阴沉的北齐皇帝陛下一甩手，噔噔数步，干脆利落地从马车上跳下来，将身旁的太监宫女唬了一跳。他自己却没有担心龙体受伤的自觉，就在正殿前的石阶上转过身来，向御驾旁的锦衣卫指挥使魏华以及其余3位重要大臣寒声训斥道：南庆内乱，朕生生给你们拖了1年的时间，如今事到临头，居然还是如此慌乱，朕养你们这些废物做什么？几位北齐重臣心头一凛，知道陛下今日的心情并不如何好，因为昨夜千里兼程而回的战报中道明，燕京城庆军已经开始出动，大齐南京驻军一败再败，而全权大帅上山虎此时偏偏不在南京城内，只是躲在宋国的那处小州城之中，始终没有动静。